川普这回彻底把北京方面逼到墙角了。3月4日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0%关税正式生效，总税率高达20%，直接把中国经济往死里摁。而中国这边呢，嘴上喊得震天响，手底下却抖得跟筛子似的。3月10日，中国国务院紧急宣布，对美国鸡肉、小麦、玉米、棉花加征15%关税，对大豆、猪肉、牛肉、水果等加征10%关税。这是要干啥？拿农产品跟美国硬刚。结果呢，这波操作不仅没伤到川普，反而把自己14亿人的饭碗砸得稀巴烂。贸易战 2.0 开打，北京方面这回是真的有心无力，色厉内荏，彻底暴露了底裤。先来看看这波加税有多离谱。中国调的这些美国农产品可不是随便选的。大豆首当其冲，去年对美出口额高达120亿美元，占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的半壁江山。鸡肉、猪肉、玉米、小麦这些也都是美国农民的拳头产品。川普一看就乐了，直接拍拍美国农民的肩膀，别慌，在国内卖一样赚钱。数据显示，2018年贸易战，美国农业损失了270亿美元，但联邦政府大手一挥，掏出230亿美元补贴，农民愣是没怎么喊疼。可中国这边呢，加税喊得欢，底气却比纸还薄。一位经济领域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农产品在国际贸易里占比低得可怜，但政治意义大得吓人。农业是命根子，搞不好就得翻车。他还揭了老底，北京方面选大豆下手，就是因为这玩意儿金额不大，但能吓唬人，纯粹是给国内老百姓看的面子工程。另一位国际研究专家也忍不住吐槽，北京方面不能输面子，美国用关税打过来，他就拿农产品兑回去。说白了，抗美就是个口号，糊弄老百姓的。可笑的是，川普对华商品加税已经累计20%，北京方面却只敢在农产品上象征性的搞个10%至15%，连对等都不敢。你说这是硬气还是心虚？华尔街日报早就看透了，中国在第一轮贸易战里吃了大亏，发现对等加税只会把自己坑得更惨。这次呢，嘴上喊着中国人民不怕饿不信鬼，实际上却像个缩头乌龟，压根不敢跟美国玩真的。别看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嘴硬，实际操作却怂得要命。一名美国经济学者直言，北京这波加税看着像对等反击，其实筹码少得可怜。他还扒出个更阴险的细节，别以为10%至15%的关税就完了，中国进口商品还得叠加9%至13%的增值税，烟酒类甚至还有消费税。算下来，美国农产品到中国消费者手里，税负妥妥超过20%。这不就是在玩税上加税的小聪明吗？表面克制，实际偷摸加码，既想留谈判余地，又怕彻底惹毛川普。这种小心思骗得了谁？再看看数据，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低得可怜。2023年，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球出口的比重仅 7.5%， 而中国对美出口却占了总出口的 16.8%。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美贸易逆差高达3820亿美元，川普早就盯着这块肥肉下手。那位经济专家分析，美国有的是工具收拾中国，反过来北京方面能干啥？搞反垄断调查，弄出口管制，那不是自找死路吗？他还警告，川普现在铁了心要缩减逆差，北京方面限制美国农产品进口，只会让逆差雪上加霜。到时候，川普再甩出200%关税，甚至取消最惠国待遇，中国还拿什么挡？更要命的是，北京方面自己都清楚，农产品这张牌打得有多烂。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
2023年，美国大豆占全球产量的35%，出口中国的份额占其总出口的60%。中国敢加税，美国大不了转手卖给欧洲、日本，顶多亏点小钱。可中国呢？转向巴西、阿根廷，巴西大豆价格立马飙升20%，阿根廷还因为外交摩擦不搭理你。那位美国学者冷笑，这叫双刃剑，捅出去之前先把自己捅出血。别看北京方面拿农产品当武器，实际上他比谁都怕粮食被武器化。历史上中国一闹饥荒，政权就得抖三抖。1960年代大饥荒，3000多万人饿死，直接让中国元气大伤。如今14亿张嘴等着吃饭，粮食安全还是头号政治任务。最高领导从2012年到2022年67次公开谈粮食安全，次次强调饭碗得端自己手里。可现实呢？端了个寂寞。看看这组数据，触目惊心，200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还有 93.6%， 到2020年直接跌到 65.8%。大豆自给率更惨，从 62.4% 崩到 16.6%。2021年，中国进口农产品总值高达2270亿美元，超过全球任何国家。其中，食用油进口依存度近 70%， 跟原油进口依存度差不多。为什么这么惨？中国种粮成本高得离谱，大豆种植成本是美国的 1.3 倍，产量却比美国低 60%。再加上洪水、干旱轮番轰炸，自然杂志2023年研究显示，极端天气让中国水稻产量掉了 8%， 可耕地面积还一年年缩水，粮食危机离中国越来越近。北京方面自己都慌了。路透社爆料，近3年中国疯狂囤粮，大米、小麦储备量占全球的 50%至 60%。2023年，中国进口大豆 1.1 亿吨，其中一半来自美国。川普关税刚敲定，北京方面就忙不迭地买美国大豆，还加码采购巴西货，生怕饭碗真砸了。可这有用吗？那位经济专家直言，粮食安全不是闹着玩的，北京方面这波加税撑不了多久。巴西大豆贵不说，质量还不如美国，含水量高，放不住。他还补刀，要是真把川普惹毛了，美国一禁运大豆，中国就等着饿肚子吧。这波贸易战，北京方面不光是丢面子，经济也得崩盘。2023年，中国 GDP 增长率跌到 4.5%， 外贸依存度却高达 34%。美国是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，占出口总额的 16%。川普 20% 关税一砸，直接让中国出口额蒸发数百亿。根据中国海关数据，2022年中美贸易额为7600亿美元，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占了5500亿。现在关税加码，出口商利润被吞噬殆尽。拿个年销5000万美元的出口商算账，毛利率 15%， 一年赚750万。加 20% 关税，成本多1000万，一年净亏250万。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外贸圈比比皆是，破产潮指日可待。更别提就业了。中国外贸行业直接带动3000万就业，农产品加工、物流、仓储再加2000万岗位。光是大豆产业链就养活了500万人。这次加税一闹，保守估计得有1000万人饭碗不保。工厂关门，工人下岗，失业潮席卷而来，社会动荡还远吗？再加上粮食短缺，物价飞涨，2023年中国 CPI 已涨到 3.8%， 猪肉价格比2年前翻倍。14亿人吃不上饭，北京方面还拿什么稳政权？面对川普的重锤，北京方面也不是没想过招。囤粮、转买巴西大豆，甚至还喊着要提升粮食自给率。可这有用吗？中
中国农业部数据显示，2022年全国可耕地面积比10年前少了6%，种粮效率低得可怜。专家估算，要把粮食自给率拉回80%，至少得砸5000亿人民币，可财政赤字2023年已超3万亿，哪来的钱？至于囤粮，路透社算过，中国现有储备最多撑半年，后面呢？饿殍遍野吗？更可笑的是，北京方面还想靠谈判翻盘。那位经济专家冷笑，想上谈判桌，先把大豆端出来吧。可川普不吃这套，他要的是逆差清零。那位美国学者也补刀，北京方面现在是骑虎难下，加税加得很，自己先疼，不加又没面子，左右都是死。说到底，北京方面这波农产品加税，就是搬石头砸自己脚。川普手里握着关税大棒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而北京方面呢？粮食命脉捏在别人手里，经济命脉也半死不活。2023年，中国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，人民币汇率狂贬10%。贸易战2.0才刚开打，北京方面就已经摇摇欲坠。粮食危机、经济崩盘、社会动荡，3座大山压下来，14亿人怎么办？